没了吧？大家好 ，Welcome to 安塔利亚，欢迎来到安塔利亚。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南部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，总面积呢是1417平方公里，总人口超过了261万人，是土耳其南部沿岸最大的一座城市。同时呢，它也是土耳其最有名的度假之都。2011年到访这座城市的外国游客数是1050万人次，这在全球所有城市中排名第4位，可见这座城市的热度了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条经典的城市徒步路线，就是卡雷奇老城区的环线，可以把整个老城区全都逛到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，Let's go。要到卡雷奇老城区，就得先到哈德良门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筑。这是为了迎接罗马皇帝哈德良皇帝的到访而新建的一座凯旋门。这座凯旋门也是安塔利亚最古老的建筑之一。你们看这门的外形，一看就很有历史感了。一共由3个拱门组成，非常漂亮。整座建筑保存的还是相当完整的，几乎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，就连旁边的这段城墙也都保存得非常完整。大理石的城墙石块也基本完整，城墙脚下坐着很多晒太阳的老人，感觉有点像西安城墙根下的公园。再来一段广场舞的话，那就更像了。城墙的墙壁上停满了鸽子，这让我想起了尼科西亚的城市中心，那里的城墙墙壁上也是这样停满了鸽子。不过你们不要靠太近啊，因为他们会对着你拉粑粑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穿过哈德良门就进入卡雷奇老城区了，这是安塔利亚最有味道的地方。狭窄的街道很整洁也很干净，奥斯曼风格的石头房屋特别漂亮。你看这房子全都是用石块搭建的，这是奥斯曼时代的建筑特色，包括地面也全都是石头，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阿尔巴尼亚的吉诺卡斯特，因为吉诺卡斯特也是奥斯曼时代的一座小镇。老城区的街道也是一大看点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卖旅游纪念品的店，卖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。相对来讲，卖传统工艺品的店还是比较多的，反而卖小吃的摊位几乎没有。这一点和我们中国的古城完全不一样。虽然这里的商业化程度比较重啊，但是并没有多少违和感。相反，如果没有这些商家的话，感觉逛古城也许会少很多乐趣。你们觉得呢？老城的西边入口处有一座钟塔，就是前面的那座高层建筑。这座钟塔也是安塔利亚市中心的地标建筑，看样子应该是清真寺的一座宣礼塔，因为钟塔下面就是乌鲁清真寺。这座清真寺修建于塞尔柱时期，风格和现在土耳其主流的清真寺很不一样。
游客可以免费进去参观。只是现在钟塔在施工，围起来了，从这下面看还是很壮观的。清真寺的旁边有一个小市场，大家过来的时候也可以顺便逛逛，里面卖的东西不是很多，看看就好。卡雷奇老城区真的是一个适合放空的好地方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，是安塔利亚的旅游淡季，没有多少游客，可以随便拍照好造型，天气又好，不冷也不热。穿过这个门就是去海港的方向了，那里是这条徒步路线最精华的部分。这里有很多餐厅和咖啡厅，环境都特别好，只是因为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所以显得比较冷清。就在这些餐厅和咖啡厅中间，藏着一座玻璃观景平台，就是前面那里了。这其实是一座玻璃电梯，从这个小巷子进入就是电梯的入口。乘坐电梯是免费的，旺季的时候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能乘坐，现在来随时可以上去。看到这个观景平台上面呢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渔港，下面停了很多的帆船了，有些帆船呢跟电影里面的那种海盗船特别像。这个渔港叫做罗马海港，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老海港。当然，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观光性质的海港了。港口内停着的船只也都是观光用途的。海港内有很多钓鱼的人，也可以乘坐小艇出海海钓，也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安塔利亚。从海上看安塔利亚，完全是另外一种体验。因为安塔利亚整座城市就是建立在悬崖之上的，和伊兹密尔完全不一样。这里大部分的海岸线都是这样的悬崖。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，安塔利亚沿岸的悬崖边建有很多公园，当地人也都喜欢坐在悬崖边，一边喝酒一边看海。就在港口的旁边，还有一道长长的堤坝，堤坝的尽头是一座灯塔，下面是岩石的海滩，岩石上有很多钓鱼的人，还有躺在岩石上晒太阳的呢。这让我想起了凯里尼亚。凯里尼亚的老海港也有一段这样的堤坝，日落的时候过来很不错，非常适合拍照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来安塔利亚的最佳时节，因为是旅游淡季，游客非常少，而且这座城市也非常有逛头，既有人文景观，又有自然景点，可以看到古城，也可以看到海湾，这样一座悬崖上的城市，你们不想来看看吗？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那咱们下期见吧，过来。